Hello，大家好，今天是6月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周一变盘到来，你的股票现在有出现晕线吗？这是你现在必须会看的 K 线买卖法。高位通过晕线可以让你精准逃顶，而现在大跌后又出现了，会不会给你抄底机会？特斯拉破位后果然反弹，目前很可能就是震荡时期，本周会完成神奇九转结构吗？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35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要讲一下有关于指数环境目前的分析，通过指数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根据指数的环境，我们可以调整对于个股的操作策略，目前是否真的有抄底机会，我们要通过变盘 K 线和晕线来去判定交易的时机，而后再通过趋势的分析，当下的趋势有没有改变。最后我们还是要看到15分钟的变盘时间，这是第一部分我们的指数观察。在指数分析后，我们会看到第二和第三部分的个股解析，分别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科尔伟、谷歌、微软、MSTR、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RK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Y、LITE、NBIS 等以下的个股，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有一些温馨提醒需要提前告知。首先，我们视频当中的内容目录分布的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一点。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部分内容您都感兴趣，所以也把每一个方块都标记了一个时间轴，您可以根据时间轴跳转到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一些。当然，第一部分关于指数的分析，希望大家不要跳过，因为这是最核心的视频的内容。个股方面呢，倒是无所谓。好，我们来看到所谓的变盘和晕线的交易组合。变盘 K 线是我们周一公开直播时讲过的一种分辨变盘的一个方法。大家当时在直播间也说过，这一天周一的时候，如果收的是一根红色的阴 K 线，那么就是变盘 K 线。那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们这里简单做一个复习，把昨天的知识再巩固一下。而如果您是位首次收听视频的新同学，那么也可以做一个学习。这个方案是叫做阴阳交错的变盘组合，它其实很简单，您不需要看 K 线的涨跌，只需要看 K 线的颜色，分清楚什么是红，什么是绿，基本上就 OK 了。而当市场出现这样4根 K 线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即将变盘的环境。这4根 K 线它的特征在于颜色的排列，这一天是绿 K 红 K 绿 K 红 K， 它们的特征在于每天的 K 线和昨天都是不一样的。当你发现红绿之间是交错的，它其实就是进入到了一个阴阳交错的一个范围。而当这种规律被打破的时候，就说明变盘 K 线即将产生。比如说这个红色 K 线后产生了一个绿色 K 线，那么这里它还是正常的，因为它和昨天依旧是不同颜色的。那这一根 K 线就不一样了，这一根 K 线和昨天的颜色就相同了。所以从之前的这一根阳线开始，阴阳交错的规律在这一根 K 线被打破，所以它是一个变盘 K 线。变盘 K 线产生时，一般我们需要做一个定义。上涨时的变盘，等一下我们第3部分讲15分钟变盘时也类似。上涨时的变盘大概率为高点变盘，下跌时的变盘大概率为低点变盘。而变盘它有时候可能是小高点，有时候是小低点，所以我们也需要去判定一下这个高低点是否足够的需要重视。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一个变盘点的高点和低点做一个划分。如果高点变盘，一般要小心的是它往下跌破这根 K 线，破位的动作发生时就要注意了。这个高点变盘最好能够减仓，小心它的风险。而反之，看到现在它是低点变盘，比如说在这一根阳线开始，是吧？它是一根阳，一根阴，就是绿色、红色、绿色、红色，所以这4根 K 线它就构成了阴阳交错。然后是下降时出现，这一天是红 K， 直接就构成了一个变盘，跟昨天是同色的，所以这根 K 线为变盘 K 线。那我们就可以画一个高点，画一个低点。从股价的下跌走势来看，这里应该是低点变盘。那么确认是否买入呢？我们需要它有一个果断的阳线击穿这个变盘 K 线的高点，那么确定它是一个变盘看涨。反之，如果不破它的高点走震荡，或者说继续下跌，那么这个低点变盘可能只是一个小低点。这是我们所讲过的昨天的一个知识点。现在它又叠加了一个状态，叫做晕线。在之前我们其实讲过一次晕线，
上周6月2号的时候，那么当时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动作，就是有一根 K 线，它的最高和最低在昨天的最高和最低之内，这是一个相对广义的，我们说粗略的定义的运线，就是最简单的、最宽泛的。而如果更严格一点的运线，它得要最高和最低不止在昨天的高低价之内，还得要在昨天的实体范围之内，是最为严格的。比如说现在昨天的一个价格，它的最高价和最低价都在我们上周周五的 K 线的实体范围之内。一般这种标准的运线容易在大涨和大跌之后产生。那我们来看一下曾经的一些大涨后的行情或者大跌后的行情，其实它还是蛮经常出现的，特别大跌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曾经这一天的下跌，10月10号25年的时候，所以当时一根大阴线下砸，第二天其实也是强烈的反弹，因为大跌之后反弹很正常，所以它就容易构成一根大阴线、一根小 K 线，这也是运线，也是标准运线。而出现这种运线的过程，我们会把它定义为一种停顿的现象。如果股价是一个下跌走势，它一般会打破昨天的低点。而如果股价是一个上升走势，它往往会打破昨天的高点，这种叫做方向性的 K 线，两天定方向，就是要么是上涨，要么是下跌。如果你发现这个 K 线的方向又不破昨天高点，又不破低点，那这个叫做运线，也同时定义为没有方向。所以没有方向不代表它就是上涨还是下跌，它只能说明当前方向暂时停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关注它后续产生的方向，而正常的运线交易法则，它是比较关注于破母线的高点，也就是说大 K 线，我们说子母线，大 K 线为母线，就母线的高点突破看涨，跌破则方向向下。但阿哲发现，有时候大 K 线的高低点被突破的时候，它有时候会晚了一些些，所以你可以把大 K 线的高点和低点定义为方向最后的确认，也可以作为后续的加仓方向。但往往母线的高低点就已经能够产生一些提前的判定。比如说，当出现这种关键性的运线的时候，特别是大跌大涨后，我们可以把指线小 K 线的低点、高点就判定它后续的方向。当时这里没有跌破，而选择突破，甚至把指线后续形成了一个支撑，回踩不破，那这种其实就说明它的方向更多时候选择是向上的概率会更大。当前阿哲也把运线标准的运线做了一个记号，你会看到图表当中有些 K 线底下有一个钱袋子的，它就可以定义为一个标准的运线。昨天的价格把今天完全包含，而且是实体部分，所以其实很少见啊。你会发现，其实从上一年到现在3次，最新的这一次之后，之前中间震荡时有一次，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一次了。所以价格出现标准式的运线时，一般停顿效果是极好的。价格不破止线低点而突破止线高点，则可以作为初次的判定看涨。再突破止线，再突破母线高点，那么完全明确它的方向就是向上的。价格走势，我们一般可以把止线和母线定义一下方向。如果止线被突破，那么方向则初步向上去看。母线如果也能突破，基本上也是向上。当然，震荡行情效果会弱一些，但是其实当时这里也是个低点。而往往如果做个股交易的时候，我们跟指数的方向判定不一样，个股我们可能就想要去买入了。所以个股如果产生运线，止线上破可以做买点，而后把母线低点设置止损。当然，你想要更保守一点，也可以把母线高点设为买进，但是那样有时候可能会偏晚一些，价格可能不是那么友好。比如说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如果你把止线的高点作为买入，那么其实它会很容易达成，而母线的高点作为买进呢是比较困难的。但母线的高点确实大阴线也容易产生压力，所以突破的时候则定义方向看涨，而再突破母线的时候就定义为这里确实是一个方向，就可以定义为这里确实是个回调低点，市场不只是反弹，还有很大概率是一个足够力度的上行。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一部分所讲到的变盘和运线交易。在后续个股当中，其实有很多股票在近期是吧，昨天都形成了运线，都可以这么去看，把止线高点作为一个买入设置，收盘突破则看涨。当然有些股票它可能是母线较短，那你可以把母线突破再看涨会更好，因为母线高点往往具备压力，而母线低点往往具备支撑。那我们再看到第二部分叫趋势的分析。从当前的一个价格走势来讲，其实趋势我们还是老生常谈，它是一个上涨趋势，因为它的飘带是一个紫色飘带。如果您听过阿哲周一的直播以及呢上周周六的盘前周复盘视频，那么您会知道这个飘带的使用技巧。当然，如果您是我们的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的，您可能会比较陌生。这个飘带呢，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也会频繁拿来使用。只要你的股票是紫色飘带，
那么它就是一个上升趋势。上升趋势后续价格的回调，那么我们一般是当做买点去寻找，当然不是说直接买，而是止跌买。当前是股价从之前的黄色 K 线，它是阿哲这一个指标当中的风险识别信号，一旦产生黄 K 而后被跌破的时候，就是要卖了。所以上周我们是用这个方式加运线提醒过要逃顶有风险。那么目前价格下跌出现了一个运线，而后它又是一个蓝色 K 线，蓝色 K 线是本系统当中的一个机会提醒信号，它跟黄 K 是反过来的。黄 K 是说明股价涨到了一个风险区，而蓝 K 是提醒股价跌到了一个机会区间，特别它是一个紫色飘带的时候。所以目前就是跌到了一个机会的区间，而后有一个蓝色 K 线代表容易超跌，再加上运线，所以多重信号组合到这里，它是有很大概率形成一个低点。只是作为买入和看涨，我们需要它能够蓝 K 消失，蓝 K 突破，就跟之前这里的黄 K 消失、黄 K 跌破是异曲同工。我们要去预防它这里只是反弹，而力度不够，虽然有低点，但依旧可能会去破底。所以这个地方激进的同学开始找 Q 股的买点，而如果保守同学等待蓝 K 而后消失反包突破，这在趋势交易中是作为相对保守安全的买点。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运线还是变盘 K 线，亦或者是我们的趋势交易蓝色 K 线，它都指向一个动作，就是价格要把昨天的 K 线高点给反包突破，作为最初步的一个确认止跌的信号。而现在它只是一个运线，只是一个超跌的进入，所以它并没有一个完全判定确实止跌的一个信号。所以目前还差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之前你如果做交易，最好是以个股方向找强势股去买入，而不能够找同势股或弱势股。所以后续个股我们解析当中也要去注意这一点。那么这是以上我们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变盘运线交易和趋势分析的一个简单回顾，很多内容都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不管是变盘 K 线还是运线还是趋势的分析，都是之前讲过的内容，我们这里是简单做一个复习。那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宝贵的点赞。但如果您时间相对的宽裕，阿哲希望大家可以在底下评论区留下您的评论，那么阿哲看到也会很开心。当然如果您是手中有股票不在个股的评论环节，也可以在评论区发布您的个股代码，阿哲看到之后也会去及时的回复，那么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是新同学，那么也希望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能够带给您一些收获和一些启发。当然如果您还未订阅阿哲频道，阿哲也希望您在学习有所收获的前提下，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当显示已订阅的时候，就说明你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那么很高兴在首次相见就能够订阅阿哲，也很高兴呢本视频能够帮助到你。当然如果未来呢您想要持续的跟踪阿哲的视频，或者说不想错过每一期更新，也可以在订阅之后点开全部铃铛，未来阿哲每次发布视频，每次更新，您就会首先在阿哲发布之后第一个收到通知，这是订阅的粉丝福利，感谢您的点赞订阅。而对于订阅粉丝同学，我们也有一些相对应的见面礼或者说小福利。大家在订阅阿哲之后，刚才所讲的这个上海趋势图的指标，根据它的风险信号和机会的一个提醒，可以给到大家比较明确的交易点位的这个模板，大家都可以去安装去进行使用。后续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教大家怎么去用，怎么去看。所以您的个股如果不在这一个列表当中，您也可以先学着怎么去看这个模板，去安装后再根据这个方法去看您手中的个股都是可以的。那怎么去安装这个模板？您首先点击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在现在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点击那个卡片就可以找到阿哲的助教了。您跟他说您是新同学，刚订阅，他会告诉您怎么去安装上海趋势图。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15分钟的变盘时间。15分钟变盘时间是跟刚才我们日线的变盘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日线的变盘方式它是偶尔会出现，但不是每天都有。15分钟的变盘时间是每天阿哲都会在盘前时给到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它也算是一个小福利，是阿哲人认为在盘中你可以关注的一些关键的点位 K 线，一般会用于15分钟的图表当中。比如说我们最近2期盘前广播所给到的变盘点是有5个变盘，像在6月5号的盘前给到了一个10点半和1点的变盘点。当市场来到15分钟这一个 K 线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它容易产生一些高点或者说低点。比如说10点半当时就是一个反弹高点，那我怎么知道它是高点？首先它是一个反弹，它是一个当边下跌，而后是一个上涨，有一个新高的动作。
它是一个上涨有所反弹的动作。那这里可能也是个低点，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 K 线画一下区分。如果这里是低点，那么这里应该有一个明显的 K 线的突破，如果没有，而是反而向下跌破，这里就是反弹的高点。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这里就会看到它是延续下跌。而在1点的时候，它是一个低点的反弹，但可惜的是它的力度并不够，虽然是低点，但也只是一个小震荡，所以延续下跌。所以这个变盘点，一个是高点，一个是低点，高点足够的有力度，而低点却不足以去买入抄底，所以这是一个变盘点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再看到6月8号的盘前，变盘点是有3个，9点45分一般是开盘的第一根 K 线，而后是11点和2点，所以9点45分是一个高点变盘，价格出现了一个回落，冲高回落。11点还是一个高点变盘，是一个反弹之后这一根阳线。后续价格没能突破它的高点，而跌破它的低点，在这根 K 线后出现震荡，所以它也是个高点变盘。2点虽然是低点变盘，但没有突破，而是跌破，所以这个地方它并没有具备抄底的效果。所以从日内的15分钟变盘点来讲，虽然市场在昨天出现了反弹，但变盘点它并没有给到一个特别有效的低点向上的变盘，所以在日线上还是在日内，虽然有一些反弹的多方行为，但目前并不足以构成特别有效的止跌和看涨的意愿，所以当下我们就要去跟踪日线和日内更加有效的信号，比如说日线上的运线突破，以及日内15分钟的低点变盘后的明显上涨反馈。那么今天的变盘点，大家可以关注10点半的时候，10点半这一根15分钟 K 线后最好有继续的上涨，而不能够冲高回落。所以这个变盘点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是低点变盘，希望它在后续有一个明显的突破行为，那样就可以定义为从高点2点的变盘下跌到现在，终于出现了一个多方较强势的变盘点。否则我们继续等待日内15分钟变盘更加有效的低点时刻。因为从之前周四的盘中2点的变盘高点后，低点变盘其实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像样的比较好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等待一下。当然，其他的变盘点阿哲会在盘前给到各位。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也记得在点击订阅之后找到助教，除了安装刚才所讲的上海趋势图，也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一般会有4重见面礼。你可以跟助教老师要一下安装的一个方式，以及盘前广播，每天盘前都会有。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我们也会有一些内部课程给大家去进行提供学习，分别是关于技术分析以及美股期权的。像我们，如果您订阅之后，在右上角弹出小卡片找助教，您就可以直接跟他要一下这4重福利，以及每重福利是怎么样去领取和进行一个学习的。像我们本周的一个课程，像技术分析的，我们本周会讲到，在美股目前回调的过程当中，股票的牛回头主升浪的一个伏击方式，从6月9号开始到6月12号结束，是从周2到周5每天早上10点开始的一个直播课程。当然，如果时区上有所不允许收听的，也可以在课后去进行参与回放。所以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记得跟助教领取这4重福利，不管是右上角弹窗小卡片，还是在我们底下的评论区置顶链接，那么都可以找到助教。那么只要订阅阿哲，就可以领取这4重见面礼了。感谢您的点赞、评论和订阅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2部分，第2部分是来到个股解析了。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目前是有可能是在一个大的震荡区间的一个动作。我们在上期视频讲过，这里在跌破之后最好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弹，因为震荡行情我们之前预期是最好不要破这个高点和破这个低点，这是最好它走了一个收敛，这种至少不会那么难受。而后现在感觉它虽然也是有震荡预期，但偏向于震荡的扩散。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就容易破高点和破低点，但是它的特征在于破高点之后和破低点之后，往往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反向行为，所以它破了这个低点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反弹。所以震荡它可以是收敛的，它也可以是扩散的，它甚至可以慢慢的往下去走扩散。所以当前的行情走势下，我们认为它还算是一个合理的回调，只是之前的一些回调买入仓位，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形成一个九转。但是这个九转它还没有完全形成，它是到了6号 K 线。之前我们讲的一个九转形成的一个条件，就是它每天要跟4天前的收盘价去对比。比如说目前的6号 K 线，它的收盘价就要跟谁比？就要跟1、2、3、4。所以昨天为什么能够是6号 K 线？因为它的收盘价还是比它的收盘价低的。在本周的一个运行当中，最难形成的是9号 K 线。那9号 K 线要形成的时候，它是要比5的收盘价低。
所以如果要形成扭转，它应该是反弹之后再往下跌，这样才会形成一个扭转。而扭转的产生，它只要不破前期这个低点，那么这个扭转它也有一个超跌左侧的一个机会出现。因为特斯拉的扭转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之前的每一次扭转产生时都有一些反弹的出现而且这是下跌趋势，目前是走了一个中期的上涨，所以如果这里有一个扭转，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中期回调结束点附近的一个预期。当然先有扭转再去考虑，没有扭转我们就以运线来去关注。当下我们来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是比指数提前一个交易日出现了蓝色 K 线，蓝 K 代表它是一个超跌的，那目前蓝 K 消失就说明超跌恢复了，比指数早了一下，它是一个运线。那蓝 K 突破其实也刚好是一个母线的突破，但那可能会偏晚一点，所以我们也可以降低一下要求，它把子线突破就行。所以如果子线能够突破，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地方是看涨的，而后子线突破这里也可以作为一个左侧的买点。为什么说左侧？因为当下它这里其实是一个压力，因为它的飘带是吧，子飘带它是跌穿了，跌穿指飘带，龙门线跌穿，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个压力。如果这里突破之后去买，最好是小仓位清仓去买，博弈的是它能够涨上去，这个压力并没有形成，后续在这种地方去顺势加仓，所以这一笔哪怕出现也仅是清仓买点，因为它的趋势和之前不一样。之前这个地方的买点以及这里的买点都是建立于它底下是支撑，上方压力不重，而现在它是飘带被跌穿了，飘带在它上面，所以你这里买点一般来讲我们要小心飘带是压力，所以你得要先清仓去试探，预防本周九转形成，因为九转形成可能还要这样走才会形成一个九转，所以要预防九转的形成。九转如果要走，它这里就不可能那么快止跌，就很难出现这个买点，或者说买点哪怕产生也有可能去打止损。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哪怕有这个买点，运线上破出现，它也算是很多个股里面相对你不能够去直接看涨的。当然你也可以不做这一笔交易，可以等到母线上破是吧，彻底站上压力的时候再去做这个运线的看涨方向。我们要关注的是有没有目前股价回调时还没有破飘带的，就跟指数同步甚至比指数要强势的，因为指数它也破了，只是飘带没有跌破的那么深，特斯拉是破了之后不算有效，但是确实也跌得有点狠，所以它的飘带基本在本次反弹当中会转为一个黄色飘带。而黄色飘带的转变最怕的就是这种走势，跌破之后虽然有蓝 K 虽然有反弹，但如果后续股价在黄色飘带转变当中是受制的，是压力的，那么就不好了，它就会走弱，中短线的趋势就会改变。所以目前这里基本上反弹时它肯定会转成一个黄色飘带，这也是肯定的。那价格走势，这种走势如果这里站不上去，那么就要小心它往下推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标的是英伟达。英伟达在一波下跌之后也出现了一个运线，是吧？它也是一个标准的运线，所以运线在最近的很多股票当中也产生了，而且它之前的低点其实这里也是个运线，只是这个运线是不标准的，但是它也是运线之后出现了停顿，而后反包突破母线，重新出现止跌启动，所以运线产生的地方在某些支撑的时候它的效果会更好。像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也是一个运线，而后它也是在一个支撑区，所以目前这里是在跌破支撑之后有所停顿反弹，没有特别有效跌破，因为它又站进来了，所以这里如果能够重新站回到支撑之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跌破涨停是无效的，那么运线上破则可以作为再次的看涨点。我们来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当下我们来看到上海趋势图的一个表现，它的表现会比特斯拉更加弱一些，因为它的飘带已经转为黄色。当转为黄色飘带时，就跟特斯拉的看法是一样的。这里哪怕有一个运线上破，首先它的仓位肯定不能像之前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那么顺势看涨了，因为它是一个黄色飘带了。所以股价走势在突破产生第一个运线止跌上涨时，假如它有突破有止跌确认，一般第一个就是短线的方向空间，也就这个飘带。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空间不大，它只是一个反弹的空间，你可以不去操作，等待确实能够突破母线站稳，这个时候再去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黄色飘带的下沿是多少，是 216.776， 它的上沿是 217.757， 这里作为一个压力线。如果它股价还是下跌反弹，是吧？下跌反抽，这样就没有必要去参与了。所以这个飘带目前已经转为黄色。保守求稳的同学可以等待这一波有效的突破，站上飘带，而后重新转为紫色带，我们再去看，或者说至少过飘带我们再去看，否则在这几下飘带则作为一个压力。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比特币和以太坊。比特币和以太坊当下其实还是保持一个超跌反弹，但只是看反弹，而不是看反转。价格走势，比特币如果是做多，那么比特币肯定是比以太坊要更加抗跌，至少从短线反弹角度是 OK 的。那目前的比特币是做了一个引线的刺穿左侧的一个低点，而后也是个九转形成。那么结构上、技术方面都是要比以太坊更加适合做多。目前也出现了一个运线的上破，以太坊就是比特币打到左侧低点，而后是不是也是一个大 K 小 K 包含的关系？在周末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一个突破向上，所以这里它是提前于美股产生的这种止跌运线的上破，你又可以把母线高点作为下一个突破的加仓点，把母线的低点作为一个防守位。如果收阴跌破，那么在这个支撑位同时跌破的情况下，那么就要止损，否则这个地方看延续的反弹。至于能走到多久，我们可以看这一波下跌，首先可以看到7号 K 线大概一半的左右，可以作为第一个反弹的目标位。当下其实还是一个下跌的走势，不管是中长线、短线、短波段都是下跌的，所以目前看一个反弹而已。所以短线做和不做都行，你也可以等它反弹之后，看手对应的压力附近寻找一个空方点也是没有问题。但这个空方点最好也要明确，至少目前做多的点会比较明确。空方点最好是反弹之后再找。而后我们来看到它的周线上，那有同学可能最近也有关注这种两个货币它的一个背离情况，当然它不一定那么清楚在日线上，特别是最近如果你看的图表比较窄，你可以打到周线看一下。其实这种背离现象在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把它当做一个圣旨或者说一个天条，不是说背离就一定会有高点和低点，而是背离之后产生一些技术迹象，它会有所强化。因为它确实有这种特征，就是两指数，比如说当时这个高点比特币和以太坊，它就是出现了比特币新高了，以太坊没有新高，而后市场在这个地方周线产生背离，而后它的日线出现技术面的一个反馈，出现了这种风险。所以它的背离一旦出现的时候，如果技术面产生了一些反馈，那么是要特别注意的。当然这个反馈的方向和背离的方向是要一致的，比如说顶分型，比如说顶背离时，你要关注相对较弱的没有新高的那一个以太坊是否有空方的一个反馈的一个信号，做空的一个做空的一种方向。又比如说像下跌时是吧，当天下跌时这一个反弹，以及下跌到这里这个反弹，其实都所对应的都是之前低点。比如说比特币是创了新低的，以太坊当时是比较强势，没有创新低的。而又比如说这个低点是吧，比特币又是打破了左边低点，以太坊又是没有创新低的。当时这个低点比特币是没有打破去创新低的，而以太坊是创了新低的。所以你会发现这种关键性的大顶和大底的地方，其实比特币、以太坊它常常会出现这种背离现象。而当前其实这个以太坊的低点还是没有被打破，比特币其实还是往下。所以大的周期如果要做多，做方向比较长远，如果出现周线级别的一些止跌现象，其实是以太坊更强一点，而比特币弱一点。但是短线来看，目前是比特币在走强，而以太坊是偏弱，所以这是不同周期的一个强弱之分，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或者说借鉴，未来都可以关注这种现象。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三部分，第一支标的是 call 位。那么目前我们所看的是 call 位的图表，call 位在上周其实出现了一个反抽，这个反抽其实是日线反抽，而周线我们说的它不是一个反抽，而有可能是一个止跌，所以这个反抽是不是黄色 K 线？当市场有一个黄 K 产生时，就不管你是看指数看个股，你只要看到你手中股票有一个黄 K， 黄 K 产生，黄 K 跌破，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风险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如果你是做短波段的、中短线的，其实这种信号就是你一定要去减仓。如果你是做中长线，那就无所谓啊，因为中长线很多时候看的可能不是日线的一个黄 K。那当下它在往下回落的这种短线当中啊，它没有去击穿白色线，白色线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个支撑。我们来看到它的周线上，就日线的中长线支撑还有效，周线是一个往上转变了飘带颜色，也就是周线的趋势是从一个下跌走为了一个上行，而且是一个初期。而初期转变的过程当中，它走了一波回调飘带，是不是作为一个趋势的支撑效果？所以目前的 call 位是在一个周线的飘带支撑上，而后还没有去跌破过，所以当下还可以认为它的大的方向是刚转变趋势向上，有可能是一个趋势周线的低位。那么在日线上，我们还是以做多去找一个选择。所以上述我们说 call 位的中线伏击区是一个龙门线附近，是吧？有止跌就可以做左侧的一个布局。
当然这种布局我们不用放太多的仓位，或者说本身这个个股没有必要放太多仓位。左侧目前还在确认支撑，跟这个周线的飘带是一样的。那么在这附近有止跌是吧？目前有个运线，如果再出现突破，就同样这附近我们再次找左侧的布局区，等到后续飘带明确日线也转为一个紫色飘带了，稳定了，我们就可以做周线和日线的顺势趋势的看涨。目前只是左侧的一个布局，所以我们依旧关注龙门线的支撑97.911。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您手中的股票，它的周线是不是紫色飘带，如果是，至少一个大的格局是没有太多问题。看一下日线，它的龙门线能不能够是股价在它之上，而不是之下，飘带最好也是紫色的，那么就是周线、日线整个周期都没有太多问题。当然，如果有些股票是黄色 K 线跌破的话，就要小心。所以大家在做股票时看的趋势方向越是多层次、多维度，那么可能会更好。如果您目前手中还没有上海趋势图的，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点击之后去安装，去进行一个观察去使用。手中有黄 K 跌破的股票，就尽可能去做短线的减仓。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谷歌。谷歌它是一个黄色飘带，算了，我们首先定义了它是一个黄飘带。看到周线，就周线它是一个紫带，周线不管是从之前这个低位涨了一波之后，包括今年的这种下跌，其实它都一直是一个紫色飘带，紫带蓝 K 突破是吧？周线出现上涨，那么目前的回落，它是一个周线的黄 K 跌破后的风险回调。所以我们看一下周线的支撑在哪里。周线的飘带支撑，它的上沿最近的是 348.037， 目前还未靠近，而后周线有形成运线的准备。那么在日线上，它是不是一个蓝 K 仿包突破？所以目前在做一个仿包后的二次回踩，它整体来讲是提前指数回调，提前指数止跌。那有没有可能提前指数启动？它其实目前已经提前指数成为买点了，是吧？它不是一个运线，它是一个突破之后的回踩式的一个运线，所以它的止跌动作会早一点，但它下跌也早，所以它在周线上的支撑就在这附近，所以在这附近价格它是黄飘带，所以这种行为说明底下有支撑，加上左侧这个地方的这个缺口，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周线的支撑。周线支撑出现日线的买点是可以去博弈一下，我们可以把蓝 K 的低点做一个防守，没有问题。如果跌破蓝 K， 你就可以先撤退，等到这个周线附近的支撑再出现什么反馈的时候再去参与。当然它现在已经提前有反馈，没有踩到周线支撑，日线这里就有反馈，那么就可以去参与一个提前埋伏。当然如果你是做的非中线以上，做的是短线，那就要先看什么，先看飘带的一个目标，因为飘带是一个黄带，那么就说明还是压力。好，这个下沿是 374.087， 所以这个地方作为第一个压力。现在这个股我们来看到微软它也是在一次上涨当中，是不是加速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所以只要是黄 K 消失，我们就要小心风险。当然这个消失的风险一般来讲是够用，黄 K 消失之后破位，一般这个卖点是够用的。但有些时候就没有办法，你说阿哲这个地方黄 K 消失了，我就被套了。首先它这个黄色飘带本身就不是一个主要的做多区间，本来就是下跌趋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种下跌一般肯定是伴随于什么财报发布啊、消息面的一些影响才会导致的。就正常你用黄 K 消失去卖足够了，所以这个地方黄 K 去卖足够了，黄 K 出现消失卖足够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黄 K 出现时就是风险点，价格消失破位，有些时候可能卖的点位不上特别好。但是它告诉你这里是风险，你至少不能在这里加仓，不能去追涨。价格回调下来，目前这里是蓝 K， 蓝 K 的地方说明它是机会，但不代表蓝 K 直接就抄底，要等蓝 K 消失反包。像这种地方，有时候蓝 K 可能不够，还要白 K， 白 K 是蓝 K 的进一步的风险提示，白 K 是蓝 K 进一步的机会提示。短线超跌，短线超跌不能止跌，那就来到中线超跌。中线超跌如果能够止跌，有一个中线的机会。短线超跌不能止跌，来到白线，白 K 中线超跌反弹，中线的反弹。目前先到短线超跌，短线超跌如果够用，止跌消失反包，那就看短线超跌后的短线的一个上涨。如果不够，那可能就会进入白线，白 K。所以目前正常紫色飘带下，蓝 K 就差不多了。所以只带蓝 K， 等待它的一个消失反包，我们作为一个看涨点。它昨天不是运线，所以比整体大部分个股跌的会强一点。因为很多个股是运线，它不是，那我们继续等待它的一个止跌反包再说。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MSTR 在一次反抽过程当中碰到了龙门线的压力，而后黄 K 破位出现一波下跌，它也是提前于指数产生这种下跌，当然它也跟币圈暴跌有点关系，比特币、以太坊走的确实弱。好，价格的这波
下跌，它是不是又到了一个白色 K 线蓝 K 的地方没能有效止跌，而后反弹了一下继续暴跌。好，它目前是个黄色飘带，龙门线向下，所以这种地方其实就是空方比较强势。我们说这种空方强势的，要么你就不选这种标的去做，如果你要做就要做超跌反弹，超跌反弹的空间要够大。像之前这个地方的超跌，第一波反弹是飘带，你发现飘带反弹之后它走了一些什么二次回踩不创新低，那么可能就要干嘛？往龙门线去进行触碰。所以一般空方趋势下如果做多，要么就看一个飘带的空间，要么就飘带能够站得住，看一个龙门线的空间。所以当下离飘带有空间，那就先看飘带空间，飘带空间能够不受阻太强，能够过，那么才看龙门线的压力。所以当下就是白色 K 线的仿爆，那么 MSTR 是可以作为一个超跌反弹的做多标的。目前它也确实是少过走低，有长下影，有仿爆，要看个反弹，阿哲认为问题应该是不大的。目前这里它的下沿是 147.012， 所以它是第一个空间的反弹空间，就跟这个缺口和这个飘带算是一个共振的压力区。我们再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Circle是一个蓝 K 之后的运线，我们可以看到蓝 K 这种短线超跌其实还是 OK 的，至少这个信号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能够结合趋势就更好。至少蓝 K 消失的时候，蓝 K 当然这两个消失只是反弹，有时候力度不是很够，但是我们能够把握到的蓝 K 后的行情，大体来讲盈亏比是合适的，是吧？你如果跌破那就止损，跌破就止损，至少大亏不至于会有。目前又是蓝 K 消失，蓝 K 消失运线上破则看涨。一般来讲，如果蓝 K 是大阴线，这个时候蓝 K 仿爆一般会有点时间，有点难度。我们也可以用运线当中的止线作为首次的看涨点，而后母线上破再继续加仓。当然它因为在黄带之下，龙门线之下，所以当下的这个动作我们就只能先看个反弹，先看第一个压力，再看第二个压力。所以第一个就是龙门线这边的空间，它是 96.402。 当然有些时候它的上涨如果连这个缺口和这个母线的高点都不能过，正常就是一个下跌很强势的中继环节，那么后续再往下破，那么就是一个很大的继续下跌的一个风险。所以尽可能我们要确认一下母线的这个区间能够过。所以止线一般突破之后，下一个关注点其实是母线的高点，所以能过一般就做加仓，说明它的空间还有，不能过就要小心了。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礼来继续延续一个趋势上行，它是提前于指数止跌，再次回调飘带之后走了一个低开而后高走的阳线，是吧？止跌 K 线，那么继续上涨走趋势新高。虽然走势上过左高不是很好看，目前收盘价也没有稳定的过，但确实不断的有新高。这种情况下，以这种长上影线我们要做一个防守，在之前低位短波段上行有利润之后，可以用 K 线的低点做防守。如果明显有阴线低点跌破，那么这时候做一个止盈是没有问题的，就单 K 防守一般在短波段当中是比较适用的。所以这一波行情其实走势到现在很漂亮，价格在走为紫色飘带之后给过一次回踩，是吧？而后又给了一次回踩，这些就是一个强波段时经常会出现的一个特征，就是飘带就是作为短线的支撑区，飘带不破一般就是短线回调，飘带附近止跌则作为短线回调的一个短波段买点。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AMD，AMD 它是运线，而且是标准运线，是吧？小 K 在大 K 实体之中，而后它是一个紫色飘带，那么就认为它是一个回调，回调时跟之前这里一样，出现止跌 K 线买点，那么就看涨。目前是运线，还没有出现止跌 K 线，它是停顿 K 线。止跌 K 线因为它离母线高点比较近，所以你也可以把母线高点突破作为一个买点，因为离得比较近，不是很大的阴线，就没有说。其实没有太多必要说我们破这个止线就买，因为破止线之后可能就来到母线附近了，你一买可能就压力附近，所以你还不如直接破这个母线高点做一个止跌。所以这个飘带附近的一些信号要作为关注，像之前低位其实也出现过，价格过一个黄色飘带，压力过了，又过了龙门线，股价回调时，这里其实就是一个运线。所以当时记得在 MD 走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有讲过，这种地方是一个运线，运线上破，其实在紫飘带附近，它也可以构成这种止跌的买入信号。当时盘前时这个运线的地方其实肯定讲过的。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INTC， 它也是黄色飘带，就跟英伟达是不是类似的，跌了一波反弹不过左高，再往下破，而后飘带转为这个黄色，那这个时候趋势的结构就不是很好看了，它就走了一个中期回调。那飘带转变颜色之后，它要过飘带不能有压力，这个时候作为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它其实是有
这个缺口，这个缺口出现之后，它是快速就回补了，这是一个好的动作。回补之后不要重新跌落，所以如果你要看涨，这个地方是可以作为一个买点，就可以作为一个看涨的交易点。当然，如果是等一个阳线会更好。而或我们可以把这个缺口作为一个强弱分界，它最好不要来一根阴线又重新跌穿而是把这个缺口守住，价格收阳收线，在这个缺口之上站回飘带，这里就有机会是一个中期回调的一个低点。当然，这是一个相对偏左侧的一个判定，价格目前它还在飘带下，如果你要更右侧更加求稳，就最好确实是没有压力站上去，再等一个飘带附近的回调再去买入，那样其实就比较稳妥，但也会再等一等，就更加确定。就越想早买越难以确定，越想要确定越很难早买到低点，这是一个抉择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飘带的压力，它是在 114.21。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APP 其实很漂亮，在一波上涨之后，虽然有黄色 K 线产生，但这种飘带是紫色的黄 K， 大部分是回调。当然，我们黄 K 出现跌破时，一般短线上有利润也可以减仓部分。像这种黄 K， 它哪怕是子带是吧，出现之后如果有破，一般至少说明要往飘带去走，要去尝试一下支撑。破黄 K 回飘带找支撑，止跌有效，再去看趋势的运行。止跌无效，跌破飘带转黄飘带，那么至少就要往一些再看了。所以只要转黄色飘带，一般就说明跌的力度比较强，可能会走得复杂一点。所以正常来讲，一个波段的启动最好是不要出现跌穿太深转黄飘带，维持紫色飘带，就有机会或者说更有机会走一个强波段。那目前走到龙门线和飘带之上，它会构成一个强势的支撑点。这个支撑点这里出现一个运线，把紫线上沿作为买入信号，一旦紫飘带回踩，然后运线紫线上破，那么就看涨。那这里目前是还没有的，但这个地方还是支撑很明显是有效，所以等待一个止跌阳线做右侧确认就 OK 了。高点是 573.7， 收盘过，那么就是一个买点。一般母线的低点作为止损。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半导体3倍做多，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标准的紫色飘带和运线？紫带运线说明是在支撑位上出现了一个停顿，那么只要停顿有效，收盘过母线高点或者说紫线高点都行。当然这种离得比较近，是它反弹一下直接就到了运线的一半之上，你等一个确定其实也是 OK。母线的高点作为压力，如果紫线是在偏下沿反包，这种其实就以紫线为买点，看高位是吧？看这个母线的高点作为第一个空间，它有时候反弹可能也有不少利润。而如果它一反弹，这个紫线就在这个母线的一半以上了，就离得很近了，这个时候你突破这个紫线空间就比较小，那可能这个地方如果是反弹，其实就比较风险，还不如等它突破，确定它是站稳了再说。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Meta 它是一个黄色的飘带以及龙门线向下，也是在黄 K 之后的风险释放阶段，并且它是一个中长线下跌和短波段下跌，这种情况下做多其实就不是很建议。所以阿哲在观察标的当中标示这个红色块的不多，但基本上都有一个特征，这个飘带是黄色的，代表中短线其实不太适合快速的去找到做多点。如果它是一个龙门线也向下的，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哪怕有做多点，很多时候也是以反弹来去做对待。那目前是一个黄色的飘带，昨天是一个关头 K 线，关头 K 线它一般意味着一种空方的宣泄，如果这种空方宣泄是在一个比较不好的趋势下，它是有机会是一种低点的，所以这种空方在这种低位出现关头阴线，一旦有反包 K 线配合指数目前的止跌环境，我们可以做一个超跌反弹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个地方还是要强调，它不是唯一的可以做多的标的，只是说技术面上有这个机会，而且它大格局是一个二次回踩支撑缺口，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要做多是可以做多，但它绝对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形态，最优的一个标的。那么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RKLB 是我们提过的，它是一个目前比较漂亮的回调，价格调到飘带，是不是跟之前一样调到飘带，是一个只带蓝 K， 但它调的深一点，但还是在2根破位之下止跌了，所以这个地方还算是合理的砸盘的一个范畴，只是最好不要再出现蓝 K， 能够在这里停，今天直接就出现运线的上破，蓝 K 消失就直接构成买点。如果今天还是蓝 K 就会弱，蓝 K 太多了，蓝 K 最好不要那么多，正常1根蓝 K 2根蓝 K 是允许的，就1根蓝 K 就好了，如果连续蓝 K 就容易进入了白 K， 所以蓝 K 一旦出现最好就消失，蓝 K 出现最好就消失，不管它是反弹还是一个反转，
我们就设买入，设止损，跌破就止损，突破就买入。所以每次出现蓝 K 你都可以这么去做，当然考虑一下趋势黄带下的可以不做，那么你就可以只做，比如说这种止带的，所以你就做止带的，你就做止带有买点你就做，打了止损就走，不打止损就等待市场的启动，这么个逻辑，简单实用好用。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为什么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分析的方向，因为它确实简单易操作。如果你是小白同学，它也会给你建立一个很明确、很快速的一个趋势的预期。那现在其实就是运线，运线等待上破啊。如果运线不能上破，比如说像之前这里也是运线，运线不破，那就下破，下破那就继续看跌。所以这是关注的一个方向。下一个我们来再看到台积电，台积电还是一个紫色飘带趋势，但它的趋势是阿哲认为不算很好看的，就比较乱。从周线来看，就是一个相对晃悠悠的向上。但它的周线其实也是比较稳定的，每次回调飘带附近的一个上行。那之前这里也是个子带蓝 K 周线上的出现上涨，所以目前是周线上出现了上行，但是周线一个长上影线，一个冲高回落，又是一个离飘带比较远的可能构成的运线。所以从趋势的标的，它至少可以看涨，是吧？依旧是持股阶段可以看涨，但你说要买嘛，它的买点可能对于中期的同学来讲，没有说特别好的一个交易点。当然，对于短线来讲，你可以看一下。目前回踩之后，它是飘带附近的止跌，站回飘带，这一天是可以作为买点的。但这个买点它的影线太长，你也可以等再收一根实体阳再看涨。就长上影线一般来讲就不是说特别好，买入之后短线就以底分型的低点作为防守，这是一个短波段的操作。周线上中期的操作整体是持股阶段，但买点离飘带比较远，所以这个地方的一个相对不是很好。对于中短线以上来讲，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PLTR 也是跟 Meta 一样的龙门线向下，但是它是一个紫色飘带，所以好一点点。这波上涨把飘带由黄变紫，而后有机会是一个趋势结构的底部，因为它确实引线下破之后走了一个价格的假破，假破之后反抽力度比较强，目前是有这么个结构性上行，低点如果能够抬高，是吧？不破，慢慢的往上去突破龙门线。那么是有机会走出一个止跌，类似于 APP 那样子的，但它这个地方要运线下破之后出现什么突破，重新站回飘带，飘带要往上推，不能像之前那么乱。它之前走了一个大的震荡，这个震荡走得太久了。从周线来看，是不是它连续很长时间，很多周都是在这个区间里，所以最好能够慢慢的换上来，飘带转变成紫色。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美光是一个趋势的推动，之前回调过一波，这里又回调一波，回调一波之后，目前它还没有去走反包阳线，也不是运线，不是运线就等反包，一般反包就是关键的信号 K 线，要么是蓝 K， 要么是钱袋子，这里是钱袋子，所以把上周周五的 K 线高点作为压力，而后突破作为买点。昨天是小 K 线，小 K 线因为是跌破了这个飘带，另外一种买点就是不找反包，我就找跌破飘带再站回来也行，这种其实就偏快一点，但是你要知道它这种力度有时候止跌是比较弱的，所以你要设好防守。目前是跌进来又弹回去，那就设好防守。这个地方它是有压力，如果你能等它突破之后再买也行。这只个股我们再看到亚马逊跟我们所说的英特尔类似，它也是中期回调，但调的力度比较深，所以它这里是接近了支撑了或者说它已经回踩支撑了，它是不是已经踩到了这个飘带了？所以它是一个周线上走到了黄 K， 而后风险释放来到飘带附近。飘带周线的支撑是在 244.911， 那么这里是碰到了它的上沿，所以它这里如果有蓝 K 有反包有止跌出现，可以结合周线支撑做一笔日线的买入。那么如果它是周线的回调，那么日线的黄带一般是无法阻止，所以如果这个地方有买点产生是可以做，而后我们博弈它是周线上的趋势二次回踩的启动。那么如果是周线的回调启动，那么应该是要顺势过高点的，那么飘带就不应该有阻挡，所以可以去跟踪。首先有买点，而后看飘带支撑。首先有买点，而后看飘带的压力不能太重。飘带的压力是在 260.188。下一只个股我们可以看到 AOI 它是跟我们所看的刚才的台积电有点像，它就是飘带是一个子飘带，上涨也是上涨趋势，整体没有什么问题，但就是不太强势的飘带，它是不断的震荡，比较乱，所以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有同学是有看到这个股票，并且它这里是有一个买点，是吧？破位2根，有钱袋子反包，所以有买点。但是它如果按照正常止损，其实是很大空间的，10个点以上动不动，甚至20个点。
所以如果你能够承受得住，你就可以以这种方式去做。如果不行，你还要做，就以小仓位，或者说整体是按日内小级别去看。目前的结构，它在出现这种止跌买点之后是没有打止损，2次回踩，当下依旧是在震荡。目前是紫色飘带，依旧看涨，但它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的波动是不小，而后周线它也不算是太低，但是比台积电要好一点，不算太远离。下一面这个 LIT 是一样的，但是它的趋势会弱一点，因为它是黄飘带，是吧？上期我们也讲到了 AOI 和 LITE 是类似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表现，但它是一个由紫带转黄带，所以趋势上会比 AOI 要弱一些。所以你会发现它哪怕这个蓝 K 突破了，目前也没有打止损，但是会比这个 AOI 它的趋势是不是要更弱？站不稳这个飘带在走震荡，所以要选 AOI 的一个买点会更好一点。黄飘带有压力了，我们看到它的一个飘带上沿是918.498，它上沿是933.712，下沿是918.498，周线上还是飘带，但是它这个短线的回调之后，有很多的周线的引线产生，冲高回落，这个抛盘力度比较强，所以在日线上成为了一个黄色飘带，所以这个是相对要小心中期走坏的。下一只股票是 NBIS， 很多同学有问到这个股票，所以我们后续也去讲一讲。而这个个股其实它也是从龙门线加飘带的叠加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走上来，每次回调都还算漂亮，每次回调其实都是跌破2根之内，是吧？都没有完全去跌破飘带，蓝色 K 线反包突破，是吧？每次都是紫带蓝 K， 紫带蓝 K 反包，紫带蓝 K 反包，是吧？这种其实很舒服的一个波段走势，当下还是一个波段的运行，没有蓝 K， 说明跌得不算强。那么短线上就是回调飘带，如果收阳线涨出飘带，可以作为一个看涨点。但是短线的，因为它走到现在已经中线走了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中线回调，所以要预防它的有一次中线的出现，所以目前就看短线能不能止跌，有的话是短线看涨点。飘带的上沿是230.027，收盘账上则为看涨方向，如果你能等反包阳就更好。那么以上是6月9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